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讨论一下一个比较看似简单的问题就是咱们的瞳孔。我们在学习这个瞳孔这个结构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集中在这个叫 PERLA 这个词汇上，但它这是一个英文的缩写。那么确实，我们说在护士、护理这个学习内容呢，对于瞳孔的要求呢，确实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呢，在我们做题的时候，可能会发现有一些题目它考核的内容，其实如果我们仅仅知道 PERLA 那么你可能对于这些题做起来就比较有困难另外呢，在我们这种日常的学习过程中包括我看到有的同学在我们问答的时候我发现对于瞳孔一些基本的概念可能还是存在一定的这种认识上的不足。所以呢，我想今天呢，借这个机会呢，好好的和大家讨论一下瞳孔瞳孔的检查方法。也就是说，除了 PERLA 我们对于瞳孔还应该知道一些什么？那么，首先呢，我们说什么是 PERLA， 对吧？我们看到这一个瞳孔是吧？我们在这个图上看呢，这是这个人的眼睛很好看那么这个是虹膜这一块棕色的这个叫做虹膜，那么中间这个黑色的就叫做瞳孔。瞳孔是个什么概念呢？其实它真的是一个通道，是一个孔它是我们眼球里边这个虹膜中央的一个通道那么是光线可以穿过瞳孔进入到更内侧的这些结构。所以瞳孔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孔它是一个孔道是一个通道。那么对于这个瞳孔，首先我们说，瞳孔我们得知道它有个正常的大小，对吧？一般可能大家都知道，瞳孔大概2到3个毫米的直径这算是正常的大小。但是呢，从医学上讲如果瞳孔我问一下大家，那它比如说4个毫米，算不算有异常5个毫米算不算有异常如果这个人你发现你在做 head to toe 这种体格检查的时候，病人双侧瞳孔都是4个毫米或者5个毫米，那你会不会认为他双侧瞳孔散大？你会不会向医生报告他是不是存在某一些问题而且我们应该都听说过双侧瞳孔散大这个词不是一个很好的词汇，对吧？通常意味着这个病可能已经很难抢救了。所以呢，到底怎么界定瞳孔多大算大多小算小，是吧？还是说小没关系那1个毫米有没有关系呢？是吧？这些问题呢，我想在此呢也一并的跟大家把它说清楚首先，正常瞳孔的直径我们认为是2个毫米到5个毫米之间也就是说大于等于2毫米，小于等于5毫米这个瞳孔大小是可以的是正常范围。那么小过2毫米，比如说它瞳孔只有1个毫米甚至更小，你都很难看到它的直径了，就像一个点状。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常见的描述叫做针尖样的瞳孔针尖样的瞳孔，那么就意味着它非常小了那它一般见于这种吗啡类的阿片类药物中毒会出现这种双侧的瞳孔缩小像针尖一样那很小了。那么超过5个毫米，这就算大了这就算瞳孔散大了。那么当然，瞳孔散大通常意味着比较严重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脑疝脑子里出血以后，压力很高当然，在很多疾病晚期病人即将去世这个过程那么最后我们认定他这个病人临床死亡其实有一个标准，也是双侧瞳孔散大固定那么这就是大于5个毫米所以呢，这个首先咱们对于瞳孔正常的一个大小咱们要心里有个数有概念不是说咱们只知道3和4或者2到3，这个都是日常常见的，好像3.5似乎都有点心里含糊其实没有任何问题2到5之间都是正常的。
那么对于瞳孔，我们通常大家都知道 PERLA 是吧？这个什么是 PERLA？ 它其实是个缩写啊，是 Pupils Equal Round and Reactive to Light and Accommodation。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瞳孔等大是吧？两侧瞳孔要等大啊，那么要圆形啊，要有对光反射和调节反射啊，这就是 PERLA 的一个具体的解释。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要等大啊？瞳孔应该是要等大的，如果一侧大一侧小，通常意味着脑疝啊，那就是脑子里可能有脑出血了，有脑梗塞了，这是经常我们见到说瞳孔不等大的啊，这是比较常见的原因啊。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说眼睛本身的问题是吧？这也有可能。但是呢，在临床上应该说最常见的还是脑部的问题啊。第二个，它要圆形啊。那如果你发现这个病人的这个瞳孔不是圆形啊，那你说像什么呀？比如说有的不规则形状啊，有的它就是很难描述的这种形状，那就不规则。那么通常意味着他眼科可能出现过一些问题啊，受过外伤，这种可能性会比较大。还有呢，就是它要有对光反射啊，就是 reactive to light 啊，同时还有什么叫做调节反射啊？后边我们会重点讲这个。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呢按照咱们日常的学习，只了解到说 PERLA 啊，那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其实啊，对于瞳孔的检查，包括对于眼睛的检查呢，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啊。那么后边呢，咱们就会逐一的来进行讲解。首先哈，咱们要知道眼睛啊，眼睛咱们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视觉，对吧？就是视觉。你要看东西啊，你看到东西以后呢，你要把这个看到的这种信号转化成咱们神经的一种冲动啊，然后传递到你的枕叶。咱们人体的这种大脑啊，分几个分叶啊，比如说额叶、顶叶、颞叶、枕叶啊，当然还有岛叶，是吧？那么这个各有各的主要功能啊，但脑的功能其实要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啊。为什么说它复杂？因为它有一些东西研究起来很难研究透彻，它的传导通路，它的这个有一些具体的机制啊，还不是搞得很清楚。那说简单，为什么？因为咱们脑子其实真正认定的功能区啊，在脑子上这个占的比例真的是不多啊，有大片的面积咱们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啊。所以说脑子的这个功能研究其实是很复杂啊，咱们现在对于人脑的这个功能了解甚少啊。那么对于视觉啊，应该说还是目前咱们研究的相对会比较清晰的一个功能啊，也就是说咱们的视觉传导通路。那么简单讲啊，这个光线进入咱们眼球哈，咱们就拿左眼啊为例哈，光线进入左侧的这个眼球哈，那大家首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一个头部哈，头部咱们这叫做什么？叫 transverse 一个横断面啊，或者说大家做 CT 的时候可能看到的就是类似这种图哈，这就相当于前边这个是鼻子啊，然后这是两侧的眼球，这是两侧的耳朵啊，后边呢是这个枕部哈。这个人相当于躺在这儿啊，头顶朝着咱们。那么这个光线进入左眼以后，大家看它这个视网膜哈，就是这边视网膜是粉色的，这边是用灰色表示的，意味着什么？这两侧视网膜的神经传导是不一样的通道啊，它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一侧我们叫做什么？叫做内侧或者叫做鼻侧啊。这一侧呢叫做外侧或者是颞侧。当光线进入左眼的时候，那么这一部分光线啊，就照射到了这个灰色的这视网膜上。大家看看它是怎么传递的啊？这经过视神经，在这儿呢有一个叫做视交叉的结构啊。为什么叫视交叉？它是这左眼的视神经和右眼的视神经在这儿有一个交叉啊。当然，大家看左眼的视神经这一部分它没有交叉啊，向同侧走。同样的，这个右眼的这一部分视神经也没有交叉，也是向同侧走啊，这就是注定了后面很多的一系列的这个现象啊，就是由此产生的。那么比如说哈，那么这一侧接受的光线，视网膜接受的光线是来自于左侧的左眼球的什么
叫做外侧或者叫做颞侧啊，这个视野，你看它是往这边看的啊，所以是朝外或者叫颞侧看。那么这一部分在视网膜啊形成神经冲动以后，顺着视神经跨越到视交叉的对侧啊，经过外侧棘状体，经过视辐射啊，然后到达右侧的这个枕叶啊，枕叶皮质。那么粉色的这一部分视网膜所接收的光线呢，是来自于它右边的这个，它看到的是右侧的东西，对吧？那么它接受的光线经过哪儿了嘛？经过视神经以后没有交叉啊，反而是拐到同侧这个视束，然后这个外侧棘状体啊，然后经过这个视辐射到了左侧的枕叶皮质啊。所以呢，这个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现象啊，也就是说，有一侧看到的这个信号传到了对侧皮质啊，而剩下那一部也是这只眼睛看到的信号，来自于这边这个粉色的，它传到了同侧的皮质啊。那么当然右眼啊与之相反，但是情况是一样。所以呢，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现象呢？不同部位损伤啊，那么这个病人出现的症状就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第一个说一侧的视神经损伤啊，比如说咱们举例哈，说左侧视神经在哪儿？在这儿，这就是视神经啊，这叫视交叉，后边这个叫视束啊，这边叫外侧棘状体视辐射啊，到枕叶。视神经损伤意味着在这儿啊，这个位置损伤。如果视神经损伤的话，那么这左眼整个眼就全盲了啊，叫做病侧眼全盲啊，这就是一个视神经损伤的表现。那么第二个，咱们说叫视交叉中部损伤啊，你像红色椭圆中心这个交叉位置啊，就是这是红色椭圆形，它中心交叉这个位置，这个叫什么？视交叉的中心部位啊，中心部位这块如果有损伤的话，那你看如果这块一损伤，是不是这个粉色的这边还有这灰色的这一边啊，这两部分都会受影响，对吧？就这块损伤，所以它会导致什么呢？右眼的外侧和左眼的外侧，或者叫做我们临床上通常叫做双颞侧啊，双颞侧偏盲，偏盲。为什么叫偏盲呢？因为它只是双眼的都是外侧看不见啊，但是双眼的内侧这一块看到的这儿，还有这一块看到的这儿啊，这双眼的内侧或者叫鼻侧都看得见，所以它是一个偏盲，不是全盲啊。所以视交叉中心的损伤实际上是造成了双眼外侧啊，就是双侧的这种都是靠颞侧的偏盲。我们再看一个，比如说视束或者以上的部位的损伤啊，视束是哪儿？是在这儿啊，这叫视束，这叫视束，或者说以上部位呢，就是视辐射呀、枕叶皮层啊，这个。比如说在左眼的视束这儿损伤，那么大家看这粉色的就都受损，粉色的收集左眼这边的信号。还有右眼这边的信号，那么他看到的分别都是什么？两只眼的右侧，对吧？他看到的都是两只眼的右侧。那么如果这儿损伤了，那就是什么？双眼的右侧视野会出现同向性偏盲啊，所以我们叫做双眼对侧同向性偏盲，因为你损伤的是左侧，而双眼都是在右侧啊，这半边看不到了啊，我们就说叫做双眼对侧。对侧指的是右侧同向性偏盲啊，都是在右边啊，都是在右边，所以叫同向啊，同向性偏盲。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咱们说的这都是最典型的，是吧？整个这一侧视神经全断了，或者整个这一侧视束全断了啊，视交叉还就只损伤中间，所以这几个都是临床上说，有这种情况啊，但是这个都是属于什么非常典型的情况了。那么碰到不典型的，比如说它不是只损伤视交叉中心，它可能损伤视交叉外部了呢，是吧？甚至它整个视交叉完全受损了，那就不一样，是吧？这个呢，就是说大家记住啊，它是一个视觉传导通路啊，所以它视觉传导通路主要影响的是视觉啊。那么下边这个我们看是什么通路啊？叫做瞳孔对光反射通路啊，这就是另外一个通道了。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和刚才那搞混了啊，因为一开始可能大家刚接触一个概念的时候，容易和比较类似的概念造成一个好像分不清啊。那么，所以我特殊的提出来啊，一个叫做视觉传导通路，一个叫做瞳孔对光反射通路啊。什么叫瞳孔对光反射通路？也就是说，这光线同样是从大家看，其实这个就是瞳孔啊，中间空的这块就是瞳孔
这就是瞳孔。那么这两边这个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虹膜虹膜中心这个孔洞就是瞳孔。光线进来以后呢，它就会同样的照到这个视网膜上然后经过这个视神经到视交叉是吧？然后分成有对侧的，有同侧的，然后这么走但是它走到哪儿？走到这个视束这块都是一样的，但是过了视束叫做什么呢？上丘壁，然后到了中脑的顶盖前区，就这个位置中脑顶盖前区，然后又到哪儿呢？到双侧的这个动眼神经复核双侧动也叫 EW 核EW 核。那么到了这儿，这个地方就会什么呀？发出这个动眼神经，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棕色的这个东西，这就是动眼神经，然后经过一个叫做睫状神经节然后发出这个神经的控制咱们的瞳孔导致瞳孔缩小这就是瞳孔对光反射通路，也就是它和刚才视觉传导通路的区别，主要就发生在这个部位刚才呢，经过外侧希放体这一块，它主要就到了哪儿？到了这个视辐射和枕叶皮层这个没有往视辐射和枕叶皮层走，这个是直接往前到这个中脑顶盖前区，然后到这个 EW 核然后往前走了。那么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动眼神经也就是说你的瞳孔为什么会缩小，最终落在了谁身上？最终落在了这个动眼神经上。如果动眼神经这儿出问题呢，它一定就缩小不了了，因为它是最直接控制瞳孔的那么当然你前边说这些有问题，它可能也会影响但是这个影响不一样这个呢咱们就后边呢再仔细的来讨论它不一样在哪儿所以呢，首先咱们概念清楚刚才把这个视觉传导通路也就是说从这儿到视交叉到视束这儿一样，但是后边这是走的视辐射和枕叶皮层但是呢在瞳孔对光反射通路呢，这前面都一样但是到了这儿以后，这个就不走视辐射它走到中脑顶盖前区，然后 EW 核发出动眼神经就后边就不一样了。那么我们看一看也就是说瞳孔对光反射，有些同学可能只知道咱们检查，因为咱们检查都是比较快速的一个全面的检查，可能做的不像神经科专科检查那么细致但是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知道，咱们的瞳孔对光反射不是只有一个直接对光反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间接对光反射。什么是直接对光反射我们都知道，拿这个手电照着，比如说照左眼，那左眼瞳孔缩小然后这光线撤了，左眼瞳孔又恢复到原来大小又扩大，那么这叫做左眼的直接对光反射灵敏或者存在那么什么叫间接对光反射我们现在是拿手电照的右眼，但是呢观察它左侧瞳孔发现缩小，这就叫做什么？间接的对光反射。当然你撤了这个手电以后，它瞳孔也恢复原来大小所以直接指的是什么？就是手电筒照哪只眼，哪只眼缩小，这叫直接什么叫间接？手电筒照哪只眼另外一只眼瞳孔缩小，这叫间接对光反射。它的意义在哪儿它很大的一个意义其实就在于鉴别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反射出问题了你这出问题了，对光反射出问题了发现这个瞳孔好像不缩不缩小，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是出在了视神经上，还是出在了动眼神经上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视神经损伤的时候，是左侧的视神经损伤比如说左侧的视神经损伤，那么我们直接照左侧瞳孔是吧？那它肯定是没有肯定没有反射。为什么？你这光线根本照不进去它左侧视神经比如说都断了，你再照它也进不去所以它这个传入就根本没有所以左侧的瞳孔肯定没有直接的对光反射。但是呢，如果你拿手电照的是右侧的瞳孔它右眼的视力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它这个光线就可以进入到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瞳孔对光反射通路是吧？它一样可以进去，然后经过右侧进到里边这个上丘，然后呢到这个
这个 EW 核，然后经过动眼神经传出来啊，这个问题只要这一块没有病，那它双侧都会有反射的啊。所以呢，也就是说左侧这种视神经损伤啊，你照左侧瞳孔直接反射肯定没有啊，但是它间接的反射是存在的。那么如果你要是照右眼呢，你右眼它没有问题，所以它直接对光反射肯定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右眼的这个观察它的间接对光反射，那就是消失了，对吧？你要查右侧瞳孔的间接对光反射，你也得是照左侧，是吧？你也得照左眼，这叫右侧瞳孔的间接对光反射啊。你照它左眼，那肯定没有，因为左侧视神经没了啊，你照不进去。所以呢，右侧瞳孔直接对光反射没问题啊，但是它的间接对光反射就消失了啊，这是视神经。如果从刚才咱们这图上哈，我怕大家理解不了，咱们再看一下。如果是左眼的视神经损伤哈，如果左眼视神经损伤，你拿手电照在这儿，那根本传不进去，所以后续的这些肯定就是哪个都没有啊。那左眼这个肯定没有直接对光反射啊。也这左眼的时候，那你同样，当然你其实就是观察的这个右眼的间接对光反射啊，那肯定也没有。那么如果是动眼神经损伤，左侧的动眼神经损伤，这儿损伤了，那你照左眼的时候啊，它进去这些信号都没问题，但是传出来这儿损伤了，这个左眼肯定没有啊，这肯定没有，直接对光反射是消失的啊。那间接对光反射呢？如果我照的是这边啊，我们观察它左眼的，这就叫做什么间接对光反射，对吧？我照这边的时候，这传入这都没问题，但是到了这儿传出的时候，如果是动眼神经损伤，一样还是传不出来啊，一样还是传不出来。所以呢，如果是动眼神经损伤啊，你无论是直接也好啊，间接也好，它这边都没有反射啊。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动眼神经损伤啊，举例，比如说左侧，那么直接对光反射肯定没有啊，间接对光反射也没有。那么右眼呢？如果是观察右侧瞳孔呢，你直接对光反射肯定没问题，是吧？你这个视神经也没问题，动眼神经也没问题，它所以直接肯定没问题。那间接对光反射呢？啊，你右侧瞳孔是吧？你左侧的动眼神经损伤了，我现在看右侧的间接反射，那我还就相当于照这边，对吧？我要看右眼的间接对光反射，我得拿手电照左边。你动眼神经损伤没事，它只要光线能进去，经过视神经进去，它这一样出来都是好的。啊，所以呢，这就是说，右眼的这个直接对光反射存在啊，间接对光反射也存在啊。这个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绕啊，但是呢，如果大家没有理解啊，把这个可以倒回去反复听一下，就应该能理解了啊。主要是要把那个图咱们看明白啊，就是刚才这个，一个是这个图主要是看视野的啊，一个是这个图主要是看对光反射的。那么我们再简单说一下啊，还有两个啊，一个叫调节反射 （accommodation reflex）。什么叫调节反射呀？就是说你拿一个医生啊或者护士拿一个手指，拿你自己的手指啊，距离这个病人眼睛差不多30厘米左右啊，然后快速的把你的手指移动到患者的这个鼻根部，然后呢，你来观察这个患者双侧的瞳孔是不是有缩小。如果有缩小，这是正常的啊；如果没有缩小啊，那就是有问题啊。当然，它也有它的反射通路，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因为这个咱们不要求这些东西。它调节反射有问题，一般是见于白喉啊，因为白喉损伤了这种睫状神经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脑炎啊，中脑这个病变也会导致调节反射 （accommodation reflex） 啊，它出现这种没有反应啊，就阴性的结果。最后还有一个叫做辐凑反射啊 （convergence reflex）。那么一样检查方法也是从远到近跟刚才那个其实是可以在一起查。那么你从45厘米左右稍微远一点一样把你的手指从远到近移到患者鼻根部，看他这个双眼是不是有内聚。什么叫内聚啊？俩眼本来正常的看远方的时候是一个距离当你迅速把这个手指移到它很近的地方的时候，它俩眼会往内侧，就是往鼻子方向来靠拢。这个叫做内聚这个叫做辐凑反射。那么它如果有问题的话，一般是见于帕金森病因为帕金森病它那
影响肌肉，影响咱们的眼外肌，所以肌肉强直的话，它可能这个反射会消失啊。另外就是中脑病变，跟刚才你说的一样啊，就是因为它传导通路出问题了啊，在中脑，所以这就出现辐凑反射的这种异常表现。那么简单讲哈，咱们其实今天呢，主要是把这种双侧瞳孔啊，到底正常的是什么样的啊，然后它相关的一些这种反射啊，有哪几种是吧？有一个对于视力视野的这种检测，来鉴别它到底是什么部位的损伤啊，或者是说呢，还有这种这个眼球对光反射的这种表现啊，双眼对光反射的表现，来判断一下它到底是哪个部位啊出了问题，是在视神经上出问题了，还是在动眼神经上出问题了？这些呢，我想呢，对于LVN 的这种要求应该没有那么高啊。但是呢，如果大家不理解这些东西，或者说干脆就没听说过有间接对光反射什么这些事儿啊，那么在它有一些出题比较灵活的时候，做起来那就很难理解啊。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些，视觉传导通路和对光反射传导通路，尤其是它那几个典型的现象，能够了解的话，啊，那应该就做题会很方便啊。最后呢，还是可以给大家分享一首这个徐姬哈，宋朝人啊写的一首诗：不见故人迷有情，一见故人心眼明。望却问君传住处，夜来清梦绕西城。啊，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分享啊！谢谢各位，咱们下期再见。